好的，赛马娘国服继去年关闭下载通道后，这几天又通知了半周年新版本青春杯将延期，延期到什么时候甚至都没法确定。这中间的空白期就只能先用复刻活动和补偿来填上。其实这对玩家的游戏资源规划来说也不算是难以接受，毕竟能有更多资源来迎接新版本到来，甚至北黑转3号还能补一张活动赠送的速特，爽死了都。但玩家肯定也会纳闷，这次国服又出了啥问题？其实压根就没有出现什么新的问题。你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更新新版本是不是要让用户去商店重新下载安装包？那国服现在都不被允许上架安装包，青春杯版本当然上不来呀。说白了就是半年前下架的那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说到底，最开始是为什么下架的呢？版号问题那肯定不是，闪耀优俊少女是确确实实拿到了正规版号，耳朵问题那可早就被辟谣了，是 UP 主加州吹雪制作的整活视频，这甚至是国服拿到版号之前的事。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要信，等真相出来的那一天。声明一下，接下来的内容也只是在虚构推理，大家更多当成一个游戏行业的轻科普视频看就行。我们做作业的时候，只给答案不给推导过程，自然不会让人信服。当然，答案正确，推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对的；推导过程正确，答案也不一定是对的。听完以后，我也不在乎你们信不信，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先科普一个事情，游戏厂商给出版署审批的游戏版本与实际公测的版本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游戏可能提前半年就拿到版号了，但公测前1-2天还在修改游戏内容，那不可能这一点小内容也要重新拿去审核，对不对？不会有人来严查你审核版本和公测版本的区别，所以一些游戏厂商才会有机会套用版号。其次，要给出版署玩什么样的版本，这当然是游戏厂商决定的。审批的人压根就不知道你游戏还有什么内容没给我看，连抽卡概率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不知道。但游戏厂商一般是会自觉线上游戏的主要内容，毕竟过后再被发现你在玩花招，那面临的就是放大镜式的重新审批了。然后可能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也会被逼着整改，得不偿失。但尽管如此，有一类游戏它又必须玩这个花招，那就是以色色为主要卖点的游戏。公测后必须先射一波吸引玩家，然后再被抓到改改例会，有的还会进行罚款。这样的游戏就算不举例，相信大家都能想到一堆。那么厂商为什么非要走一遍这个经典流程呢？因为惩罚太轻了，就算是闹到罚款的地步，通常也就是几十万的事情。而一款游戏靠软色情来吸金，一天几百万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很多游戏的和谐惩罚是一波一波来的，有的是被要求整改被迫保暖，少数是主动和谐，为了避免被找上门。其实就跟内测时测试玩家底线的傻逼行为一样，真的很少会有把自己玩死的，大多都是逐渐把握好分寸，然后夹缝中生存。韩国网游特定道具概率直接改为0%，长达11年。最后罚款金额创下历史纪录，但却不到这个游戏1个月的营收。对游戏厂商、对资本家来说，搞小动作的利是远大于弊的，更别说这年头还会有玩家自己出来洗地。另外，在大约2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有传出一些流言，说以后新游戏不允许出现兽耳，但时至今日，并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说一定不能有兽耳，而且不少游戏依旧在新出一些有兽耳的角色，所以不少人就会觉得兽耳风波是假的，根本没有这回事。但如果你有任何在游戏行业工作的朋友，你去问一下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只是它的界定方式非常模糊。其实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个要求规定，而是一个建议，所以这就变成了行业里大家要自觉遵守的政策。积极配合，增强意识，做好工作，营造良好氛围，懂的都懂，对吧？我也不明说你不能干啥，还能对少数人睁只眼闭只眼，但这东西摆在这里，大多数人就是不敢乱来，所以有的游戏就开始自己砍掉耳朵了。同时，后上的政策不影响已经发行的版号，而且你游戏没有太多兽耳就行。像停云打复活赛基本就不受这个政策影响。讲到这里，大家就会想了啊，你不会最后跟我说国服下架的理由就是耳朵吧？你前面不是自己说的那是造谣吗？我十分赞同网友们辟谣的行为，我当时也帮忙在辟谣。同时，作为玩家和UP主，自然对听风就是雨的行为深恶痛惜。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阿 B 真的把没射我的版本拿去审核，结果上线后被举办了？又非常巧合的，因为整活视频的存在，导致当时已经传播很广的这一真相，就这么被辟谣掉了呢？